前两天，印度砸出了250万吨尿素大单，想空手套白狼，结果全球巨头集体已读不回。就在今天啊，4月16号，印度收到了约560万吨的供应报价，但是三哥看完啊，差点没当场背过气去。4月3号，印度搞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动作，直接向全世界砸出了一个超级无敌大单，采购250万吨尿素。这是要填满成千上万个集装箱，关系到印度14亿人吃饭问题的救命草啊！招标那天，印度官员那叫一个意气风发，对着这个外媒一通猛吹，全世界的企业都排好队啊，谁表现得好，我就把这个大单给谁。结果呢，到了4月15号投标截止当天，全球化肥圈上演了本年度最尴尬、最狼狈的名场面。招标箱里连根毛都没有，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化肥巨头整整齐齐的选择了已读不回。咱们中国企业那更是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号称全球第一大尿素进口国，拿着钱在大街上吆喝，结果呢，连个地标数都没有，连外媒都看不下去了调侃说这是印度大国梦最狼狈的一天，堪称现实版的有钱难买我愿意。那大家肯定纳闷了250万吨的大生意，难道全世界的企业都转性不爱钱了？嘿嘿，这就是大家不了解三哥了三哥这边招标压根就不是想做生意，他们就是想玩一出空手套白狼。咱们先看看印度它为什么急成这个样子。最近这个中东局势一乱，印度这个国家60%的能源靠进口，其中绝大部分都得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下好了，天然气一断，更要命的是化肥厂也跟着断气儿的你要知道，造尿素这玩意儿吧，80%的成本都在天然气上，气一断，这印度全国32家大化肥厂直接赶过去11家剩下来也是掉了一口仙气。库存一盘点，妈呀，只剩下217万吨了，连春耕安全线的1/3都不到这眼瞅着6月份季风水稻就要下种了，要是没尿素印度今年的粮食得减产20%以上，那可是几亿人要挨饿的节奏这按理说你这个时候得求爷爷告奶奶去买命，态度得诚恳吧。可是三哥偏不他硬是把一手救命的牌打出了我是你大爷的气势。他在招标书里写了足以让所有供应商吐血的霸王条款。最近这个国际尿素行情，因为这个天然气涨价已经飙到了750美元一吨，这是全球明码标价的行情。结果三哥大笔一挥最高限价600美元，甚至想压到395美元。你品品这供应商只要借这一单，卖一吨就得亏个200多美元，250万吨下来那直接原地就得亏损5亿美元三哥这觉得全世界的供应商都是开善堂的，还是觉得大家这个脑子是被恒河水洗过了这还不算完你要是觉得价格坑爹，那你看看他们提出的时间要求简直能把人气出脑溢血。4月3号，这印度慢悠悠的放出招标公告，4月15号直接截止，满打满算一共就给了12天。12天时间让你准备几百页的跨国贸易材料，核算成本，安排运力。兄弟们，这可是涉及几十亿美元的跨国生意大企业的财务法务这走个流程都得半个月三哥这意思就是别废话，赶紧签，签完赶紧送货。这不叫招标，这叫逼亲如果没赶上呢，呵呵，三哥的镰刀在那等着你呢。只要你延迟1天装船就要罚款合同总金额的 0.1%， 一天几百万美元的罚金你看明白了吧？这印度呢，这就是把所有的锅所有的风险全都甩给了供应商。哪怕这个海上遇到个台风，哪怕港口堵车，只要耽误了一天你的利润不仅要全搭进去，还要倒给印度找钱。供应商们在私底下一合计，我是去卖货的不是去卖身的。于是大家默契的选择了集体消失。那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要问了这印度不是号称要当世界工厂吗？怎么连个化肥都得看人脸色呀？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其实印度吧，它也是有自己的厂子的，而且是全球最大的煤制尿素厂，就在奥里萨邦。但是讽刺的是这个厂子吧，是咱们中国企业硬生给他们建起来的。那三哥呢，一直想搞这个煤制尿素，毕竟家里面没气儿，但是有煤
结果呢，他们自个儿捣鼓了30年啊，试了整整3次，次次烂尾啊。第一次这项目刚开了个头，技术人员发现算不明白数，散伙了。第二次好不容易搞出点产品结果这个污染大的能把方圆10里的鸟全熏死，直接被环保部门关了。第3次更离谱，造出来的尿素比进口的还要贵1倍。3哥一拍大腿，我不玩了。最后没办法求爷爷告奶奶找咱们中方合作。咱们的工程师就像拓荒者一样一人在那片荒地上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化工城，用了46个月提前投产。厂子一开火每年产出127万吨尿素。这印度人当时高兴的又唱又跳把这叫做印度制造的巅峰。可是结果呢，这个项目刚验收完只是试运行阶段，3哥就开始露出了白眼狼的本相。合同写着清清楚楚，项目干完验收，付清95%的工程款。结果现在2年多过去了这厂子每天咔咔往外吐尿素，那3哥呢赚的盆满钵满。可是现在咱们那80亿人民币的工程款，他是死活不掏咱们是催了几十次派了几十拨人过去谈判。3哥的官员今天说，哎呀，帮政府没钱了，你们再等等。明天说我们要重新审计，觉得你们用的螺丝钉太贵了。后天又说这是上一届政府签的字儿，跟我这一届没关系。总之就是一句话，活儿你干了，厂我拿走了，钱想都别想。那这个时候肯定有人会问了既然3哥这么坑，咱当初干嘛非要接这活儿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因为当时那可是国际大招标，欧盟、俄罗斯的巨头全在门口蹲着呢，这可是80亿的全包大单利润厚的流油。咱凭啥不接咱要是不接呢，不就白便宜那帮老外了吗？最新消息是，截止到今年3月这3哥已经陆陆续续的给咱们打了57个亿。我给大伙透个底其实这次咱的本钱早就已经全部收回来了。那现在项目进度刚过了70%，因为3哥给钱像挤牙膏，咱们也就名正言顺了把这个工期延长到了2027年底。如果到了2027年11月那剩下的23亿尾款还没到账，对不起咱拒不验收。而且现在厂子里还有咱们30几个核心技术人员在盯着呢。要是3哥又耍流氓，咱们的工程师拎包走人，断开云端升级，我敢打包票，不到半年这个厂就得变成废墟。3哥这种当面握手背后捅刀的戏码，这几年简直是玩到了艺术的高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次250万吨的尿素大招标，全世界都整整齐齐的选择了放鸽子。大家看透了3哥不仅没钱还没信用不仅没信用，还要坑人你跟他签合同赚的那点辛苦费都不够他交的罚款。所以这一次250万吨的尿素招标没人搭理根本不是偶然，这就是印度自己把这个路走绝了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他们自食其果。招标彻底黄了之后，印度政府急眼了还开始疯狂的补救。一开始呢还死鸭子嘴硬说可能大家还没准备好，我们宣布延期投标。结果等了又等，邮箱还是空的只能灰溜溜的宣布彻底流标了。然后呢，印度就开启了全地球村的乞讨模式先去找这个老大哥俄罗斯，哥们儿救急给点化肥吧。结果俄罗斯说滚，我自个儿还要种地呢，一滴多余的都没有。那印度转头呢又去找印尼找埃及，这2个国家一听行卖给你是没问题的，但是价格嘛比你预期的翻1倍吧，必须现结。印度一看这报价心凉了最后又跑去求中东的大土豪们。土豪说海峡那边炮火连天，你要买自个儿开船过来运。最尴尬是啥呢？往年这个印度遇到这种化肥危机都是中国在救他们。那巅峰时期中企占据了印度尿素进口市场的将近半壁江山，每次印度缺肥还都是中国货船源源不断的开过去。可是这次呢，中企集体玩起了隐身术，连个标书的封面都没投。是中国真的没货了吗？错，咱们国家的化肥产能那可是世界第一。但是问题是，咱们中国早就看穿了局势，早在今年3月份就出台了春耕保供政策，果断对印度的尿素出口实行了零配额。什么意思就是一粒化肥都不卖给你，我们优先保障咱们自己中国老百姓、中国农民的春耕用肥需求。
想买化肥啊，自己想办法去吧。这就叫釜底抽薪啊，彻底断了印度的非分之想。现在的印度国内啊，那叫一个惨烈啊！这个印度的农民大半夜扛着空的编织袋，在农资店门口通宵排起了长龙。政府补贴的平价尿素啊，比外星人还能见着。黑市上的化肥价格呢，直接原地翻倍啊！很多穷苦的农民根本就买不起，那只能眼睁睁看着庄稼地荒废，绝望的放弃了春耕。莫迪政府呢是天天扯着嗓子喊，大家不要慌，我们的库存非常充足，一切尽在掌握。结果私底下，那些官员急得像支沟上的蚂蚁啊，满世界偷偷的磕头求援。那就在印度苦恼的时候，根据今天的最新消息，4月16号，印度收到了约560万吨的供应报价，远超他们的250万吨的需求。但是啊，重点来了呀！这三哥打开标书一看，好家伙，手都哆嗦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国际尿素价格受中东战火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已经彻底疯了呀！供应商报出的价格普遍在每吨935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啊！你琢磨琢磨，三哥手里面那点卢比啊，本来呢是按着400-500美元的预算去谈的，结果人家反手报了个金子价呀！这哪里是招标啊？这分明是全球化肥巨头们看着三哥家里面的地要荒了，集体下场收割来了呀！货我有的是，但你得拿命来换。你想压价，门儿都没有。这下印度政府是彻底做辣了，签吧，财政瞬间爆仓，老百姓电费得涨上天。不签吧，6月播种季过，14亿人得去恒河边上啃土呀。这就叫有钱买不着便宜货，没钱只能干瞪眼儿。其实说到底啊，这场尿素危机啊，彻底戳破了印度所谓世界强国的所有泡沫。你整天吹嘘你的 GDP 要超日赶美，吹嘘你的制造业要替代中国。可是现实呢？你的能源靠中东，你的技术靠中国，你的粮食呢全靠老天赏饭吃。连最基础的化肥生产你都搞不定，干成了厂子，你连工程款都想赖。商业文明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是契约精神啊！没有信誉啊，你就算手里面攥着再多的金子啊，别人也只会把你当成路边一个流氓，绕着你走。那这一次尿素招标的失败，就是全球市场给印度的一次集体回击。他告诉印度啊，这个世界不欠你的，你想不劳而获，你想空手套白狼，那你就得做好全国挨饿的准备。咱们中国企业也该醒悟了啊！跟这种国家合作啊，咱们必须得守住底线。第一，绝不垫资，不见兔子不撒鹰，先打全款再干活。第二，核心技术绝不转让，这种白眼狼啊，你叫他造轮子，他转头就能拿来撞你的门。第三，别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什么庞大的市场，那都是海市蜃楼。一个没有信用、没有法治、只有敲打的地方，市场越大，你亏的越多。这次中企集体无视印度的化肥招标，就是给全世界打了个样，想占我们的便宜，又不想讲信誉。对不起啊，中国不惯着你。既然三哥那么喜欢玩既要又要还要的把戏，那你就继续对着恒河祈祷吧，看看老天爷能不能给你从河里面变出化肥来。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